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新剧《临江仙》预告片破1000万，于正不报就退圈，夜色如墨，一袭红衣在宗门石阶上狂奔，发间金簪随着颠簸折射出诡谲冷光。白鹿饰演的李清月突然驻足，回眸时眼底泛起血色，嘶吼声震落枝头积雪。我以为命运会就此改写，没想到却是另一个噩梦的开端。这真被网友称为仙侠版聂小倩现世的画面，正是《临江仙》预告片中震撼全场的名场面。该片花上线24小时，播放量突破1200万。而白鹿与曾舜晞在爱奇艺世界大会上的结离婚爆料，更让这部剧未播先火。这次和曾舜晞结了离了结，具体次数记不清了，反正剧组离婚证道具都没救了。白鹿在发布会现场突然切换方言模式，手舞足蹈比划着道具组的结婚许可证。台下的曾舜晞苦笑着补充：“我现在看到红盖头就 PTSD， 拍戏时每天都在算今天该第几次洞房。”这对欢喜冤家的即兴互动，与剧中相爱相杀的设定形成奇妙互文。当白鹿说到我们在剧里应该都处于离婚冷静期时，全场观众爆发出掌声。这个精准戳中现代人情感痛点的设定，让《临江仙》彻底跳出仙侠剧窠臼。制片人于正的发言更显强势：“临江仙要是今年不报，我直接退圈。”此言一出，白鹿当场憋笑到掐大腿，曾舜晞则尴尬地直摸鼻子。这段被网友做成社死现场的短视频，在微博播放量已突破5000万。但调侃归调侃，当镜头扫过于正电脑屏幕上的分级剧本时，密密麻麻的批注与修改痕迹，无声诉说着这个剧王制造机的野心。深挖预告片细节，白鹿分饰的李清月与花如月形成强烈反差，前者是静云门里唯唯诺诺的小透明，后者是踩着巨型白蛇归来复仇的女王。尤其是花如月用剑抵住曾舜晞咽喉的镜头，被网友做成仙侠版消失的她表情包，在抖音引发2次创作狂潮。而剧中你们等着吧，他会爱上我的台词，更被解读为对传统仙侠剧救世主爱上我套路的颠覆。于正在采访中反复强调，没有天下苍生，没有几生几世，就是纯粹的夫妻战争。这种去宏大叙事的创作思路，恰好击中当代年轻人的情感痛点。当李清月被绑在火刑架上嘶吼你骗我，当白酒丝的白发在风中凌乱，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仙侠爱恨，更是现代婚姻中信任与背叛的投射。某办网友云深不知处的评论获得3.2万点赞，终于有部剧把神仙拉下神坛，让他们也尝尝民政局来回跑的滋味。该剧的视觉风格同样颠覆认知。美术指导透露，为打造最不像仙侠的仙侠剧，他们摒弃了传统水墨画风，转而采用青铜器纹饰的冷峻质感。李清月大婚时的嫁衣就参考了战国时期的山纹玉饰，将2800片金箔手工缝制在真丝素皱缎上。这种对细节的偏执，在曾舜晞的造型上体现得尤为明显。他饰演的白酒丝拥有白发与黑发双重形态，白发造型需要每天5小时漂染，黑发则要接驳30厘米假发片。剧情推进方式也充满实验性。编剧团队在40集体量中设置了27处反转，平均每集抛出3个悬念。比如第3集李清月突然觉醒前世记忆，却发现所谓前世竟是白酒丝篡改的谎言。第17集看似圆满的婚礼，实则是花如月布下的夺命陷阱。这种俄罗斯套娃式的叙事，让观众在谈目狂刷编剧是不是吃了《盗梦空间》的剧本。配角阵容同样藏龙卧虎，何瑞贤饰演的樊玲表面是医毒双绝的冷面神医，
实则掌握着解开时空闭环的关键道具。陈星海扮演的张酸看似吊儿郎当，却是唯一知晓白九思真实身份的活体百科全书。更令人期待的是周洁琼特别出演的神秘角色路透照中，她手持的九霄环佩琴，与30年前《仙剑奇侠传》中赵灵儿的武器形成奇妙呼应。目前临江仙已开启爱奇艺预约通道，预约人数突破200万。网友一边调侃于正佑在画大饼，一边火速点击想看。这种矛盾心理，或许正是爆款剧的宿命，在质疑与期待中完成它的流量神话。当我们在谈论临江仙时，谈论的不仅是仙侠剧的破局可能，更是当代情感关系的镜像投射。毕竟，当神仙都要面对离婚冷静期，谁又能说清这是虚构还是现实？2. 白鹿新剧搭档曾舜晞流量破1000万，上演离婚夫妻相爱相杀，全网期待。女神白鹿过去演出以《爱未营》白月泛星长月烬明爆红，她与曾舜晞主演的仙侠新剧《临江仙》最新预告曝光，不到1天流量就破1000万，备受外界瞩目。白鹿、曾舜晞日前现身爱奇艺世界大会宣传，他透露《临江仙》不是一般的仙侠剧，他与曾舜晞在剧中离婚、复合多次，可说是相爱相杀。他还自嘲，两人在剧中应该都是处于离婚冷静的状态，让台下观众全笑翻。临江仙为白鹿经纪人于正亲手打造的首部仙侠剧，由于是原创 IP， 所以外界都不知详细剧情。而于正过去曾打造《延禧攻略》《墨雨云间》等爆款剧，所以外界对于临江仙都非常好奇。他也直言，《临江仙》是最不像仙侠剧的仙侠剧，没有天下苍生，没有几生几世的虐恋，就是非常好看夫妻的战争，使得外界期待值飙高。临江仙剧情叙述李清月、白鹿氏与大成玄尊白九思、曾舜晞氏相爱相杀，最后解开误会，共度劫难，拯救苍生，谱写了一曲绝美仙侠爱情故事。过程中，樊灵儿和瑞贤氏、张酸、陈星海氏也将一路陪伴，帮助李清月和白九思一步步揭开最后的真相。临江仙最新预告中，白鹿饰演的李清月在宗门里原本是隐藏版的存在，有一日白九思突然现身，告诉他是自己的伴侣，没想到两人成亲后，有着许多漂浮在空中的红色鬼魅来抓李清月，氛围变得非常诡谲，也让李清月感叹，我以为命运会就此改写，没想到却是另一个噩梦的开始。镜头又转到他穿着大红婚服在夜晚奔跑的模样，而白鹿受访时也谈及这个片段，其实是想演绎鬼新娘的味道，有点聊斋志怪的感觉。预告中，李清月成婚后却被绑在木桩上，身旁还有许多火焰，疑似要被当成祭品烧死，而后她换成另一种面貌重生，也就是白鹿饰演的第二个角色花如月上线。因她不满遭白九思骗婚，所以乘着一条巨大白蛇归来，更说你们等着吧，他会爱上我。于是再度设局骗白九思结婚，再用剑刺死他，形成一场以婚约为主轴的生死棋局，两人不停相爱相杀，可说是看点满满。